Moyen's works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as a vivid chronicle of the country life. His works cover a wide range of issues, particularly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C over the past 6 decades. And here w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way he described the changes and the continuities of the countryside of Chinese life. 所以这个从乡土文学的立场上，尤其您的作品呢，特别在描写中国的这个农村的生活呢，有很多很多生动的杰作。我们特别好奇，就是您作为一个重要的寻根作家开始，那么又怎么样和原来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上对乡土的描写，像是早期的由鲁迅先生所创立的乡土文学的这么一个运动，还有后来1942以后的延安的这个传统，那么就说您怎么样把这些不同的这个乡土想象的资源串联在您的作品里呢？我想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实际上都是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的，包括这个当初阿城他们这个韩少功他们搞这个寻根的文学活动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啊。那就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了嘛，大陆是吧？然后西方的很多的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都纷纷的译成中文啊，让中国的作家们、作者们感觉到真是眼界大开了啊！没有想象到西方作家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写作，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感觉到很震惊啊。紧接着就感到啊，我们也可以写呀，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啊。那么实际上就不自觉的就开始模仿。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福克纳的小说呀，海明威的小说呀，包括拉丁美洲的这个爆炸文学呀，实际上都被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不同程度的模仿过。我想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然后韩少功他们、阿城他们提出了这个文学的寻根。那么也就是说不要跟在西方作家，尤其跟在翻译文本后边去模仿，应该写自己的东西。写自己的东西嘛，就要写自己的生活。那么资源哪里来？只有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吧？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生活来寻找我们写作的资源。我想这大概就是寻根的背景。我这个年龄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在童年时期读的书，应该是刚才你讲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红色经典是吧？1942年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包括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山腰蛋》是吧？周立波的《钟灵的》这一批作家的作品，那么他们的延续就是延续到了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的什么林海雪原啊、保卫延安这一批革命文学，红色经典。是的，是的。我想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读物。对。当然，鲁迅他作为这个当代的现代作家的一个特例，他的作品一直是可以阅读的。对。反而像沈从文的呀、张爱玲的这一批作家，实际上被历史阶段性的给遮蔽了，是吧？我们是没有读到的。我们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读他们的书。所以我想这样一种阅读的背景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写作。所以我的初期的写作，我觉得也还是在这个向红色经典来学习。是的。包括我写过一些军事题材的小说，写过一些这个历史题材的小说啊。那这个时候我认为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是还是有一个头脑里面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文学的模式啊。但是到了这个寻根之后啊，尤其是大量的阅读了西方文学作品，然后在寻根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觉着应该写出。不仅仅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小说，作为一个作家，那应该要写出有自己个人风格的小说。那么这个就是要跟过去的这些作品不一样。对，说是反叛吧也可以，这种反叛也是不自觉的。是的。当然也是任何一个作家想要冲上文坛的一个必由之路。你只有把所有前人的作品，跟他们不一样，你才有可能杀出来嘛，引起注意。那怎么办呢？只好从自己的乡土生活里找，乡土记忆里找。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想到了童年啊，然后就想到了高密东北乡，
那么，尤其当这个高米登北乡作为一个文学地理，在我的这个小说里出现之后，我觉得我的写作才算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想您刚才特别谦虚了，那么就我个人阅读的经验所得呢，我觉得您其实和就是前行者，不论是5·4的这个乡土的传统，或是4·2以后的延安的传统呢，您的作品在描写这个中国农村生活的困苦或是黑暗的那一面的时候呢，却同时展露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幽默的感觉，这个很特别，这个特别丰富而华丽的语言呢，让这样的一个阴暗的背景突然显得亮丽起来，而且不止如此呢，这个悲悯，我想这一点呢，是我个人深深的感动的，就对生命的各种现象的一种同情、包容还有接纳。